大家好，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过某一些朋友，在这个 WhatsApp 里面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可能是你的旧同学、老朋友，但是你会觉得，他如果有些东西不认同你，他就会说你很天真，怎么可能认为这个社会是这样运作的呢？或者是他可能也会说你这个人被保护的太好了，你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个残酷的社会，你也没有在一个复杂的工作环境职场里面待过，所以你根本不理解像我告诉你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又跟他讨论或者是争论某一些东西，然后他就会好像很激烈的反驳你，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解读，然后还要给你长篇大论的解释很多的一些举证。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他的头脑可能十分固执，他的思想呢也相当的固化。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个案例，她是一个同样年龄的这一位女生，大概是中年人，46岁。她之前有过失败的婚姻，然后当她跟你讨论东西的时候，她会一次过给你很多的讯息，哪怕是普通闲聊都好，哪怕是你跟她说我最近很忙，我可能要比较迟才能够回复你的讯息，可是她一下子聊开了，可能你给她10个讯息，他会一下子给你60多个讯息，就是通常都是这个 audio message 语音的讯息。但是当你还没来得及回复他，他还会继续再给你加多70个讯息。所以如此固执的人，请问应该怎么处理呢？其实朋友之间可以这样去对待自己的朋友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东西。那么他好像只顾着说自己的东西，然后呢，你最好是不要跟他争辩，或者是你如果说了一些东西不是他心里面想要的答案，他可能就会再给你60到70多个讯息。请问像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处理呢？这人看起来像跟我们较劲，难道我们真的一定要被迫说真话，坦白的跟他说你这样做实在是令人难受？难道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说你怎么那么固执，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给我那么多的讯息。好，今天的讨论呢，就是在于像这样子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自己本身在心理状态呢，是不是容易被这样的人操纵跟控制呢？好，首先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心理边界被反复的突破，而对方的沟通的方式明显是带着情绪强度，有强烈的控制欲，以及他需要争赢，他需要告诉你他比你有能力，他比你成功。虽然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你提前告诉他说你很忙，可能你会比较迟才回复，但是对方呢却持续的使用高频率强压式的方式沟通，来把你拖进去他的情绪的世界里面。好，接着下来呢，我会给你一个很明确，不会伤害感情，但是非常有效的心理学的策略，也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说真话，什么时候才不会伤人，但是呢，最主要就是能够保护到你自己。首先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人是属于哪一种呢？现在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从以上的案例所分析、所形容的、所描述的这种行为特征看来，这位46岁的女性旧同学呢，她有以下的倾向。第一呢，就是认知僵化，
就是 rigid thinking， 他会坚持说我的想法才是对的，你的想法是不成熟、天真跟没有社会经历的。那么他会用否定你的方式来稳固他自己的自尊。OK， 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第二呢，他有很严重的这个情绪的投射，他可能是婚姻失败、生活创伤，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在人际关系上也有问题，可能让他形成一种信念，这个世界是无比的残酷和复杂的，他没有办法容忍别人有不一样但是幸福的人生观念。第三呢，他有很强烈的争赢沟通的模式，不讨论，但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反驳。不对等，他只会灌输你他想要告诉你的东西，你给他10个讯息，他就会给你60到70个，这个是在压制你。第四呢，缺乏界限的意识。当你说了你不得空，你没时间，他会依然狂发大量的讯息，这就是典型的 boundary violation， 就是他侵犯别人的这个界限。那么我们真正能够做的不是改变他，因为他没有办法改变，除非他去做心理咨询，而是我们要重新设定清晰、不争辩、不解释的这一个界限。第一步呢，千万不要跟这种女人争辩，无论是有关宗教信仰，或者是社会的观念、人生的哲学，记得永远不要跟这种人争辩。你一跟他讨论，他就会10倍奉还。OK， 这里呢，相信你也已经体验到了。从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呢，确实是体验了好几次。你需要让他知道，你不是被他说服的，而是不参加这个无聊的战场。你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第二步，你可以使用中性、无缝隙的回复，这是非常有效的。以下就是心理学常用的低情绪回应法 （Low Emotion Response）， 对于非常固执的人特别有效，因为它将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吵下去。那么你可以说，谢谢你的分享，我理解你有你的角度，我这边先放着，等我有空再看。或者你也可以说，我知道你的看法想法跟我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我先忙其他的事情，有空再聊。或者你也可以说，我理解你的立场，也尊重你，但是我不打算深聊这个话题。记得重点：第一，不要去辩解；第二，不要解释；第三，不要回应任何的内容；第四，只是回应我知道你的立场了，然后就停止对话。这种方式会让他的争赢还是争输的这一种战斗力呢，会没有燃料继续燃烧而熄灭。第三步呢，如何去解决他大量狂发讯息的行为 ？OK， 这是我们痛苦的部分。心理学上这叫消息轰炸，就是疲劳轰炸。那么你必须重新的画出一个硬性的界限，使用清晰但温和、不带责备的界限句。比如，你一次过发太多讯息，我看不完了。我只能在我方便的时候少量的回复。如果讯息量太大，我会选择不逐一看。我不会一个一个看，谢谢理解。或者你的语气呢更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最近时间非常有限，只有零碎的阅读的时间，
如果一次过收到太多，我可能不会全部看完。先跟你说一声，让你不要误会。那么重点就是你没有骂他。第二，你没有说他固执。第三，你只是陈述你的能力的界限。第四，你给他心理准备，你不会全部看完，这样不会激怒他，也能够保护你。第四步呢，你问的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能不能够说真话。如果他真的把你逼疯了，如果你们之间都是朋友，难道朋友之间不能够坦白说真话吗？能，但是不能够使用攻击性的真话。你绝对不要这么说，你太固执了。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发那么多吗？跟你聊天真的难受，你这种人真的很难相处，这样只会激发他更大的控制欲，你将会迎来更大的讯息洪流，而且呢，你将会迎来他那种愤怒的反击，是你所料不及的。你要说的就是真话，但是是以我为主，而不是以你为主。这是心理学的 I statements， 由你来陈述。那么第一呢，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非常的紧凑，非常忙碌，我无法承受那么密集的聊天，我需要把聊天的节奏放慢一点。又或者你可以说，当一次收到太多讯息的时候，会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呢，我可能会选择不逐一看，我不会一条条看完，希望你能够理解。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你没有指责他的人格，你只是表达你的能力有限，这样呢，对方会比较不会反击。第五，如果他继续狂发讯息怎么办呢？你可以直接使用不回应的策略，他发50条，你就保持安静，不需要解释。你等24小时到48小时之后呢，你只需要回答一句：谢谢你的讯息，我刚好这段时间很忙，没时间看。如果有重要的话，你可以把它整理成一条给我看。这不是冷暴力，而这是 boundary training， 就是界限训练。只要你坚持2次到3次，它自然就会收。总结就是，最有效的做法，不要去跟这种人争辩任何的内容，这会让你死得很惨。不跟他争辩的话呢，就让他失去了争赢的动机。第二呢，保持低情绪的回应，避免助长他的情绪的强度。如果他做出很过分的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是要保持低情绪，不要激怒他。第三呢，使用 I statement 设定界限，这是最重要的。你直接说，我无法承受大量的讯息，我会选择不全部阅读。第四呢，不要被迫立刻回应，时间间隔是你的保护罩。第五，如果他继续狂发呢，安静就可以了，不解释，不争辩，不责备。那么请问今天我们的讨论有没有帮助到你呢？如果有帮助到你，那么我会觉得很开心。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还有什么哪一方面的讨论。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所讨论的东西可能会比较花时间，那么就留给下一次吧。好，谢谢大家，我是你们的何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到底呢是要一次过用 audio message 来回答，还是呢使用 text message。那么接下来我们觉得说，那个最好的方法是一次过，就是选1-2句比较精简的回复会更好。因为呢，像这样的人呢特别固执，如果你写的越多，他就会挑起你的语句来去进行反驳，你越跟他解释，他就觉得你好像在跟他争辩。越长的内容呢，更容易刺激他继续发更多。所以呢，越短的内容越好，越清晰的就越好，越中性的回答就越好。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比如说，你可以说要把这个界限呢讲得比较清楚我们就推荐你说最近很忙，时间有限，只能够零碎回复。如果一次过讯息太多，我可能没有办法全部看完，谢谢理解。那么第二个选项呢，就是比较轻松的版本，就是说，你有你的看法我能够理解。我先去忙一下，我有空再聊吧。第三个选项呢是超级短的，就是把它的火力降得更低。你只说明白，我先忙了，就这样，不要长篇大论。那么你问，如果是 audio message 比较好，还是 text message 比较好呢？这是非常关键的，千万不要使用语音的讯息，因为呢，语音听起来是有情绪，它会很容易误解你在生气、冷淡或敷衍，还是挑战他。语气不清楚的那个地方呢，它就会加倍的反驳跟追问。语音会让他觉得你愿意花时间陪他玩，你愿意花时间跟他解释，他就会更深入、更大量的回复你。固执的人最喜欢从语句里面呢去找漏洞，比如说，你就是暗示我哪一方面比你差，或者是你到底这句话后面有没有影射什么东西？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种固执的人最喜欢做这种事情。那么你给他写文字 text message 更好，那就是因为清晰、冷静，不带有太多的这个情绪的线索，不会被他抓着语句来分析，更容易建立界限。所以呢，你应该是使用简短的文字、中性的语句，那么一句就可以了。你真正的目标不是说服他，而是要让他知道你的聊天方式让我无法承受，我只会按照我的节奏来回应。是让他改，那肯定是不可能。让你的人生不被他干扰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所以呢，这个讨论呢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么我们有说过这60-70个语音的讯息，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看？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呢就会被这种情绪的绑架，或者是朋友之间的绑架，就说别人给了你那么多的讯息，那么你到底要不要看？还是说你以后才看？看完了之后，如果里面的内容呢有很多就是别人在放垃圾，就是说一些八卦的东西，说一些负面的东西，看完了之后，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是真的是令人无法承受。那么看了之后，是不是完全不要给任何的回答？这样会比较好吗？还是你觉得说这60-70多个语音的讯息，最终是因为作为朋友的这个交情，需要真的看完吗？好，这个问题相当的关键。既然他已经发了60-70个语音，到底该不该听？听了要不要回应？但是作为朋友不听会不会很不礼貌？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给一个最符合心理学、最保护你自己，而且呢最现实的方式。好，那么我们会清楚的看到，而且会很直接的告诉你，你不用全部听完，也不需要感到内疚。最重要的结论，那就是第一，你有权利不看、不听、不回应这些大量的讯息，因为那不是正常朋友之间的沟通，那是一种情绪的倾倒，那是侵犯界限的一种行为。第二呢，你不听完并不代表你不尊重他，是他自己破坏了对等的这一个沟通的机制。你听完之后也不需要给予任何的这个回应，也不需要回应他的那些负面的内容。那么你如果越回应，他下次就会发越多，他就会越打扰你的生活。为什么不需要听完呢？
心理学给了我们这样的解释啊。那么这种呢，一次过呢给你几十条消息的行为呢，是属于一种 emotional dumping， 就是情绪倾倒。他会把自己的负面的情绪、愤怒、世界观、痛苦丢给你，不管你能够不能够接住，他根本不理你的死活。第二种呢，就是消耗型的关系，叫做 energy draining relationship。它不是为了对话，而是为了抒发和征服别人而感到痛快。第三呢，那是一种不对等的沟通，叫做 non-reciprocal communication。他发70条，你才发1条，但是他还会继续发，这是他的问题，这不是你的义务。永远记得，那不是你应该要去听的。那么你的义务是在哪里？朋友之间的义务应该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倾听 ，OK？ 然后当然是适量的，并不是过分的倾听。互相的支持也是在大家的界限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他已经突破了友谊的界限，他不是在跟你说话，而是在压你的精神空间。因此你没有义务要听完，你也没有义务要回应他的情绪，你更没有义务要承担他的负能量。那么你该怎么处理那60、70条语音呢？你有3个方法，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完全不听，最省精神，最健康。你可以选择跳过所有的语音，只是发一句温和的界限语，那就是我最近真的很忙，没办法听长的语音。如果有重点，你可以整理成一个简短的1、2句发给我，谢谢理解。这句话已经非常礼貌了，也设定了清晰的这个界限，你不会显得冷漠。那么第2个方案是什么呢？就随机听1、2条，然后不回应内容，这是让你的心理上比较过得去的折中方案。听几条之后，你可以回一句，刚刚我听了部分的内容，我了解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最近时间有限哦，我没有办法一条条全部听完跟回复。如果真的有重要的那一条，那你直接讲重点就好了吧？你这样说呢，其实你并没有撒谎，你确实是听了一点，而且呢，你没有要让他继续的倾倒。那么第3个方案呢，就是全部都听完，但是不回应内容。当然我们这里是不推荐，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呢，你可以做，但是要做好心理准备。那么你会说，作为朋友是不是应该把全部都听完呢？这是你对朋友的价值观，但他对你却没有朋友的对等的行为。你可以听，但是听完之后不要回应具体的内容，只是给予以下的这种答案。比如说听完了部分的内容，不是，你应该说我听完了全部的内容，但是我理解你有你的角度，这阵子真的我比较忙，我就先这样吧，改天再聊吧。注意不要回应他的观点，不要给意见，不要跟他继续讨论他想要你讨论的那一些东西，否则你又被拖进另一轮60、70条讯息。如果他继续大量的发送这种讯息怎么办呢？你只需要重复一句，我目前真的没有办法可以听完这所有的内容，如果有重点的1、2句你再发给我吧，就是如果有重要的1、2句你再发给我吧。那么你重复2、3次，他就会习惯你的界限。最终的建议，也就是最符合你的现实的情况的做法，那就是你可以完全不听，或者只是听一点点，因为他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朋友关系的正常的范围，你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精神健康来去承受他的倾倒。朋友并不是这样相处的，他的问题是来自于内心的孤独，过去的可能婚姻的创伤，工作的不顺利，对这个世界的苦涩，强烈的需要被认同，
极端的这个固执的思维模式，你再听下去，听多了也帮不了他，你只会被他拖累。好，那么我们就今天先把这一个 topic 讲到这一边，我们下次再继续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何老师的这个小小的谈天的地方。上次我们聊了这一种呢，就是会侵犯别人边界，然后不停的向别人倾倒很多这些讯息的人。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聊。那么如果像这样的人，他听到我们好像就是不要那么理会他，也不接着他的那个球，也不接他的垃圾桶他会不会变得很愤怒，或者是不想跟我们做朋友呢？那么这样也就算了吗？就这样就没有了一个朋友，真的好吗？如果我们感觉到身边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出现，就好像强迫要进入我们所设下的边界，可能是不是我们给别人一种很温顺，就是烂好人的那种讨好的角色，别人可能认为我们不可能会对他们说不，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不合理的情况出现。当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可能会生我们的气，也会给脸色我们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训练自己成为内心更强大，而且呢，极力的守护着我们自己的边界呢？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难受，如果是朋友现在突然间就不想理我们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了迎合别人而得到别人的认同、认可？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在朋友的心目中的价值，所以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就好像我们就要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必须迎合别人，然后哪怕是别人反过来会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东西，就变成我们好像要永远扮演弱者的角色。请问这是跟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有关系吗？是跟原生家庭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请问现在这样子的情况是上天给我们的考验和功课吗？那么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变得内心更加的强大？请问那就是像阿德勒心理学所说的，要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吗？好，那么能够说出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就是代表我们已经变得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深刻的觉察者。我们已经不是在抱怨那个朋友，而是看见了自己的界限为什么长期会被突破。那么我们过去迎合别人的人格的模式又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会承担一个烂好人的角色？为什么我们会容易吸引到这种过度要求的朋友呢？拒绝朋友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那么被拒绝、被讨厌会让你觉得不安吗？这背后是不是跟原生家庭生长的背景有关系呢？现在呢，我们似乎已经去到了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想要更加了解自己。这也是大多数的成年人呢，他突然间有一天就看见了这个问题，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去成长了。是的，这就是一个成长的功课，它是有一个阶段。首先呢，这不是在对付一个有问题的朋友，而是我们在处理自己长期以来我们拥有的这些过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边界感不足，我们会过度的共情，我们会害怕拒绝他人，我们会害怕被讨厌，
我们逐渐变成了讨好型的人格，将自己的价值绑在别人的身上。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要让别人更喜欢我们。这种心理的模式呢，大部分呢就是来自成长时期缺乏肯定，害怕冲突，还有害怕让别人失望，习惯用顺从来换取平安。那么家庭的环境当中，往往就被训练成必须要成为一个温顺的人才能够被大家接受。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这一个人，他只是一个触发器，他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一旦我说不，我自己就会良心过意不去，然后我会焦虑。为什么我总是怕别人不开心？为什么别人会觉得我很好欺负？为什么我会觉得守护自己的边界那么难呢？这些问题不是你现在才有的，而是你一生都带着这些东西。只是呢，到了现在是一个成熟的阶段，你终于看到它了，你终于准备要把它们修正。要不然这种情况呢，它往往会让你的人生过得很痛苦，让你永远活在一个不停的循环着坏命运、坏的人际关系、坏的朋友，以及无时无刻觉得你容易欺负，然后一下子欺负你，一下子又抛弃你的这种朋友会一直不停的出现。那么你会问，如果你惹怒了朋友，他不想跟你当朋友了，那就算了，是这样吗？答案是的，这是正常的，这是健康的，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人到中年之后，不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而是我们确实是学习到如何去筛选那些朋友。有些人真的不值得我们把时间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必须远离这种人啊。所以我们在建立边界的时候呢，有3种人会离开我们。第一，利用你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够随时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第二呢，习惯你迎合的人，因为他们不习惯你已经变强了，你已经不受他们控制了，你也不会再迎合他们了。第三呢，只接受你是弱者的角色的人，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你成熟后的样子。所以呢，这3种人会离开你，你会有一点痛苦、失落、罪恶感，但是这种感觉不是坏事，是你成长的时候必须经历的这个脱皮。就是呢，我们把旧的皮肤脱掉，我们换新的皮肤。真正心里面成熟健康的人呢，不会因为你说我最近没空，一次过太多讯息我真的处理不来。我们的观点不同，但是我尊重你。真正成熟健康的人，真正是真心诚意要当你的朋友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你说了这种话就生气。会生气的人呢，他本来根本都没有把你当成平等的朋友来看待。所以呢，不是你失去朋友，是你把这些假的朋友给筛选掉了，把他们全部丢掉了。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被界限吓跑的。健康的关系永远是尊重界限。所以呢，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训练成更强大的一种功课吗？这是要训练我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吗？所以我们很肯定可以告诉你，是的，这是你的成长的功课。是的，你就是站在被讨厌的勇气的门口。是的，你已经准备好进入一个更成熟的人生阶段。你现在学的不是对付一个朋友，你要学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不靠别人肯定也能站稳的人，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迎合别人换来价值，如何让别人无法再随意的进入你的边界，如何停止扮演弱者或讨好者，如何在一段友情的关系里面呢，都能够站得很稳，站得很直。阿德勒也说过，
能够被讨厌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你现在走的路就是这个方向，你过去的温顺、善良、同理心，这些都是你的优点。现在你要做的是，在善良之外加界限，在温和之外加上尊严、自尊，在给予之外加上保护自己，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成熟、拥有自由，而且呢有力量的人。所以呢，以上呢这一些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经过这整个很系统的讨论呢，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以后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寂寞想要交新的朋友，在交新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忘记了什么叫做真诚的双方面的付出到底是什么。好，那么我们遇到的朋友的问题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就会发现到，如果你拥有一个很固执、大量输出负面情绪、没有办法尊重边界的朋友，那么深层的问题呢，真正反而会有一些东西就会困扰着你，那就是他不是在跟你对话，他只是找到一个能够让他倒垃圾的人，他不是在跟你沟通，他只是在占据你的心智的空间，甚至占据你的时间。那么这种人的特点包括什么呢？他不认同你的时候，他就攻击你，他就会跟你说你这种天真，你这种白痴啊，没有经验，不懂社会啊。然后呢，当讨论到一些宗教啊、信仰的话题呢，他又要反驳啊，哪怕是你说的是他的宗教上面一些好的东西，他也可能会随时会发飙，就说你看得太浅了，那你这个宗教的经典呢，还需要再看多点。他都无论怎么样都要反驳啊。再来呢，就是他一次过给你发大量的信息，不管你有没有空听，即使你说你忙，他还是会继续发。他不是在分享，而是在释放情绪跟主导关系。他的人格结构里面呢，是带着压抑、挫折，还有呢，这个世界观是十分的悲观的。他可能把你当成一个情绪的垃圾桶，因为你可能是一种很敏感的人，很温和、很善良，所以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欺负的人。但是这不是你的错，是你一直以来的这个角色的设定。所以为什么你不需要听完他的这些全部的语音讯息？心理学上的行为叫做情绪倾倒，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就是你可以不要去听，因为基本上呢，这种人呢，他说的东西呢都是负面的、苦涩的，都是一些愤怒，所以呢，没有人是有必要去承受这种所谓的情绪的侵占，叫做 emotional invasion， 所以你根本是不需要去听。第三呢，如果他因此而生气、拉黑你，不把你当朋友呢，那怎么办？很坦白说，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一个真正成熟健康的朋友，他是不会跟你说，不会因为你说我太忙，我一次过消化不了太多，我不能够晚上出来跟你去喝茶或是吃饭你或者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看完的这个讯息。如果有这样子的人生气的话呢，那么呢就有3个可能性。那么他就习惯了你的温顺，你突然设这个界限，让他失去了掌控感，然后呢他把你当成倾诉的垃圾桶，你不再让他倾倒这个垃圾，他就觉得你变了。第三呢，他只接受你扮演听从他的角色，他不能够接受平等的关系。这种朋友离开，对你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对你来说呢，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还有筛选。从此以后呢，你的生活就少了这种会让你的心灵有很多痛苦、很复杂、很矛盾想法的这种人。这种人离开了，反而是让你的命运变好。所以呢，答案就是，
如果他因此离开，那就让他走。OK，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告诉我们要如何经营人脉，然后呢，我们不要因为别人去说，你看那个人多成功，因为他很多朋友；那个人多成功，因为他有人脉。事实上证明，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拥有那么多朋友。即便是很厉害搞人际关系的人呢，他们呢肯定是要接受很多不合理的情况，而且要变得很圆滑，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得很周到。这个对你的性格来说的话，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的宝贵的时间其实可以去做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大量的人际关系，复杂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也是需要很好的管理，也不是大家都能够胜任的。是的，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人，他要消耗你的能量，那么呢，你就让他离开。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建立了这个界限而离开，离开的都是那些应该被淘汰的关系。那么第四，为什么你那么容易遇到这种人呢？讨好型的人格，他的心理的结构是什么呢？是的，你那么容易遇到这种人，那就是因为你是一种讨好型的人格。可能你的表达自己，比如说在文字方面，或者是在 audio message 在语音方面呢，表现出你的内心的一些特质，比如说温和、善良，不喜欢冲突，喜欢同理别人，不太会说不，害怕别人不高兴，担心别人会误解你，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责任。你的人际价值感来自于别人喜欢你，所以这些都是讨好型人格 people pleasing 的典型的特征。我再说一次，这个很重要，你去看一看你是否是一个很温和的人，然后呢，你被教育成为一个很善良的人，不要去跟别人有冲突。家里人都希望你能够同理别人，能够同情别人的处境，能够认同别人多一点，然后呢，不会太会说不，别人说什么你都说是的，你愿意遵守。那么你害怕别人不高兴，所以呢，你就会做别人叫你做的事情。你担心别人会误会你，或者是你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责任。你的人际的价值感是来自于别人喜欢你，所以这些就是讨好型人格的典型的特征。讨好型人格的人会吸引到自我中心的人，相当自我的人，情绪不稳定的人，习惯索取的人，需要倾倒垃圾的人，控制欲比较强的人，固执强势的人。因为这些人会觉得你好软弱，你很好骗，你永远不会拒绝别人，所以他们会不断的进入你的边界。但并不代表你真的是软弱，只是你从小被训练的要变成温顺才能够得到安全，要迎合别人才会值得被爱。所以呢，第五呢，这就是你的成长的功课，也就是阿德勒所说的被讨厌的勇气。你现在经历的一切，就是要学习建立边界的这一个关键时期，学习心理上独立的转折点。你的人生要走向成熟的一步。你过去的人生大部分都在需要别人的认同，而现在呢，你已经意识到了，你已经观察到了，别人喜欢你不等同于你有价值，你拒绝别人并不等同于你是坏人，别人生气并不等同于你的责任，你说不的时候并不等同于你变成了冷漠，你保护自己并不等同于你伤害别人。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最核心的思想。
有勇气被讨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呢，恭喜你，你现在就是站在这个门口，这是代表一件好的事情，也是代表说呢，你的心理成长呢正在发生。第六呢，那么接下来呢，你应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讨论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也是呢你真正的需要记得的几个行动的步伐。第一呢，就是不要听完你所有的这些朋友的语音，你需要保护你自己，你需要捍卫你自己的时间表。你要知道，你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你的时间是要用来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去听别人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呢，每一天都在减少，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些东西。你可以选择不听，或是听一点点，不回应他的情绪，不跟他争辩论点，不解释，不争，不说教，尽量保持你的能量。第二呢，就给他一条界限的语，就是说我最近真的很忙，没有办法一条一条的听，还有回复太长的讯息。如果你有重点，你就整理一两句发给我就好了，谢谢，理解。只是发一次哦，不要解释哦。那么第三呢，如果对方大量的发送这些讯息，那么你也是只是给他一句话就好，不要给他带进任何情绪。然后呢，第四呢，不要担心他生气，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责任。你是在学习健康的人际关系。第五呢，培养强壮的心理的边界，包括拒绝别人，你不是坏人。别人生气那不是你的问题，别人不满意你，那是他的事情，那是他看你的眼光。那么你依然是有价值的，你不需要迎合才能够被爱，你有权利保护自己。你可能失去某一些人，但是你不会失去自己。第六呢，你正从这个讨好型的人格呢转向健康的自我，未来你将会发现到好的朋友会留下来，烦人的消耗你的能量的，还有那些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就会自动走开。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轻松，你会越来越自由，你会越来越有力量，你不会再吸引到那个控制还有消耗你的人，你的内心的平静会建立起来，这就是你应该走的路。好，那么这次我们的讨论呢就到这里，我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有看到的是，有朋友问那么以后如果他们想要看这方面的心理学的书呢，就有什么样的那个关键字，他们可以去找是相关的书籍来看，或者是相关的课程来去了解。大家可以不妨的去学习去了解这个关键字，比如说人际界限 boundary， 英文就是 personal boundaries, healthy boundary, emotional boundary, setting limits, boundary violations。再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阿德勒的这个心理学，比如说被讨厌的勇气啦，有关探讨人生的议题呢，这方面的内容。第三呢，可以去针对这个关键字，比如说找到自我的价值 self-esteem， 还有 self-worth 这些咯，还有self-worth 跟 people pleasing，还有 self-validations， 还有 emotional dependency。那么第四呢，大家可以针对讨好型人格 people pleasing 这一方面呢来去找一些资料来看。再来呢，更重要的就是有关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也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叫 family of origin 这一方面的心理学的内容。还有呢，第六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心理界限跟沟通的这个技巧，如何就是说培养自信然后呢，就是如何去学习非暴力的这个沟通的方式所以呢，你并不只是第一个人会经历这样子的事情，许多人呢到了30岁、40多岁呢，才开始真正的面对边界这一堂课。
啊。那么以前呢，我们都是在忙着生存啊、念书啊，或者是结婚生孩子之后忙着去照顾别人、照顾家庭啊。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才开始了解到呢，照顾自己呢也是很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觉察已经非常高了。对，加上呢，如果你愿意好好的去学习，然后不要像以前的使用以前的旧的方式来用在经营人际关系，所以呢，你的觉察将会帮助你走出另外一条新的路。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在走出一个改变自己、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条新的路。千万不要认为这样小小的改变呢，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发现到呢，很多人的命运变好呢，其实并不是他摆了什么风水阵，而是他彻底的看见了自己内心的一个问题所在的那个核心，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功课做好了，然后他就会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呢，取得很大的成长。好吧，今天呢，何老师就陪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拜拜。